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大家知道，现在这个联合国在纽约展开哦，那现在很多的这个领导人也到了纽约这边。好，所以我们也看到联合国状况却蛮多的，尤其是法国总统马克宏哦，他在纽约的街头结束完这联大演说，想要步行哦散散步，返回到法国驻纽约的外交使团途中。因为谁的车队呢？是川普的车队过境，结果整条街被封闭，一度还被警察拦下。就马克宏哦，你猜怎么着？他说：“我现在被困在路上了，因为整条路都是因你而卡住的。”好，我们来看一下马克宏当下怎么跟川普来通电话。Who's this? How many people? No, I have 10 people with me. I go to the French embassy. No. I'm sorry, I'm president. I'm really sorry. It's just that everything's in frozen right now. There's a motorcade coming late. That's why. Oh, sorry. If you don't see it, let me cross. I negotiate with you. How are you? Guess what? I'm waiting in the street because everything is frozen for you. 这是不是太故意了？川普会不会因为最近觉得马克宏哦这个承认巴勒斯坦嘛，所以是不是有点挑够也？好，那当然哦，这个川普自己也是有点卡，为什么呢？他在联大也遇到状况了，包含哦这个磁提机坏掉，以及搭乘的手扶梯的这个手扶梯也突然停了下来。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当时的状况。All I got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was an escalator that on the way up stopped right in the middle. If the First Lady wasn't in great shape, she would have fallen. But she's in great shape. We're both in good shape. We both stood. And then a teleprompter that didn't work. These are the two things I got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a bad escalator and a bad teleprompter. 好，川普蛮不开心的哦。好，当然我们看到白宫新闻秘书李维特更是直接讲说，如果是有人故意在总统川普跟第一夫人梅兰妮亚踏上手扶梯时让他停住的话，相关人员应该立刻被开除并接受调查。好，不过我们看到川普呢，在这个联合国大会上面是猛批联合国，说毫无建树。他说，在他执政仅8个月后，我们就世界上最炙手可热的国家，说有最强大的精神、最牢固的友谊，还有是美国的黄金年代。他说，在上任后的7个月内，他结束了7场外界认为无法结束的战争。那他说，联合国一次都没有帮忙哦。好，那 CNN 就说啊，其实联合国大会的演说一个人是15分钟，不过川普是讲了1个小时，然后大部分都是脱稿演出。那他也批评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包含联合国本身处理问题的方式，又解释他的方法为什么会更好，反正就是自吹自擂就对了。好，结果呢，川普就是真的是川剧变脸哦，马上就可以改口。他跟这个秘书长古特瑞斯会面的时候，结果语气又软化了。他说：“你们的人对我们非常的尊重，我们的国家100%支持联合国。”有点神经错乱。好，但是现在川普也很想要挽回盟友嘛。我们看到在俄乌战场上面，本来跟普京麻吉，现在又改口说，乌克兰能够全胜哦。泽伦斯基自己也惊呆了，他说这个感觉应该是我们跟川普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变化哦。好，另外呢，川普强硬的也表态说，如果俄罗斯的战机进入到北约领空的话，就要直接击落。那另外，川普也点名到中印资助俄国战机的部分哦，认为说如果俄国没有意愿结束战争，美国就已经准备祭出非常强力的一轮关税，而且呼吁欧洲盟友要同步的跟进，才会真正对俄国造成冲击。好，那泽文斯基在安理会上面有喊话说，希望中国能够迫使俄罗斯结束战争哦。他认为如果没有了中国，其实俄罗斯什么就不是，但是中国太常保持沉默疏离，而不是积极的谋求和平。好，另外以色列跟巴勒斯坦部分呢，我们看到川普在联合国大会上面有希望能够赶快结束加萨战争，而且把20名的人质给带回来。他说，这个哈马斯拒绝合理的和平提案，以及多国承认的巴勒斯坦国，这是无异于奖励哈马斯的可怕恶行。他说要赶快结束加萨战争。好，但问题是我们看到了巴西总统
统鲁拉哦，他也是有讲到说，前几天哦，这一名前国家元首因为破坏民主法治而被调查、起诉、审判，然后并依法负责。他说，巴西向所有企图成为独裁者及其支持者传达讯号，我们的民主跟主权是不容挑战。好，他认为哦，西方的道德标准根本是双标。好，我们刚刚看到联合国状况很多，马克宏被堵在了街头上面。我们先问介大使怎么看？这个常发生啊，纽约这种事情一点都不意外啊。他不是应该会有点礼遇吗？没有什么礼遇啊。纽约的这个交通，尤其在曼哈顿岛上是很糟糕的，因为它没有什么 high over， 它没有什么高架桥，它全部都是怎么样棋盘式的一种设计嘛。所以纽约交通本来就很糟糕的。你尤其这个联合总部一开会的时候，各国的政要都需要特权的时候，那他这个交通根本就没办法动了。所以纽约人很讨厌联合国啊。纽约市议会多次通过说要把联合国赶出去，他对我们这个纽约一点帮助都没有。而且呢，你要知道这些外交官外交人都享有这些所谓的特权与礼遇，所以他们常常因为赶时间，车子就停路边，然后呢，他们纽约的警察去开罚单，结果这些各国的外交领事员都不缴。他说我有特权礼遇，我不受你这些地方政府，尤其美国政府说驻在国政府的管辖。所以事实上这个问题常常出现了。不过我觉得马克宏是作秀啦，对。那他在美国跟川普抢交通的特权，你不是故意作秀吗？那在法国的话，那当然警察帮助你先把这个路开通啊，你是法国总统，而不是美国总统。所以川普事实上的话，他是以地主国身份，他当然有这个优先权啊。不过这也是中间一个花絮啦，不过不是这一次开会的这个主要议题。那这次主要的部分的话，联合国大会主要是讨论巴勒斯坦。那巴勒斯坦事实上的话，它的建国事实上这次就得到了这些葡萄牙、还有英国、加拿大、澳洲这些国家的这个完全的承认美国是严重警告，说这是有后果的。那以色列的总理甚至就说，我要去找美国，我现在跟美国谈了以后，我就要做出反应了，你们就等着瞧吧。所以现在这个巴勒斯坦这个问题美国也很头大，以色列很头大。不过川普好像跟他无关一样，云淡风轻。他在这里面演讲讲了101个小时，我听了几乎废话一大堆，跟他在这个自己的这个内阁会议所有东西讲的几乎是一样的。不过这个我觉得是带给美国的羞耻，他本人的一个羞辱。为什么？他一开始他的这个读稿机也不能够也不能读，他上去的时候电梯也故障。你知道他一上坐到讲台上就第一句讲了什么？他说这些我一来的时候电梯也坏了，你现在读稿机也不能读，我只好照我心里的想法来跟你们演讲。不过这些人如果今天这个读稿机是有人认为破坏的话，那 he's in big trouble， 意思就警告他说他后果很严重，这是威胁，这样整我。对，不过更无理的，他居然对着所有联合国说，他说联合国讲的气候变化根本就是一个骗局，搞得所有的这些所谓的这个绿能还有这个全球人类一起来抗击这个地球暖化，他说是一种自杀性的行动。你想想看，联合国在对抗全球暖化做了那么多努力，全世界做了那么多努力，他说你是在做自杀性的行动。所以我觉得以美国总统的身份他以他个人的意见在联合国这样子做出丢脸的这个发言我想会让人家对美国这个国家跟对川普这位人更看清，怎么讲呢？更不愿意接受他的所谓提出来的这各种想法。那么我觉得他不但把自己的格搞得很低把美国的这个国家的名誉也受到很大的损伤盛峰委员，我真的很痛苦的去听了他的演讲1个小时，非常的痛苦。那真的是说他是废话，也是废话连篇，因为那不是联合国人讲，那好像是你的竞选人讲，你是在叙述你的政绩这跟全世界有什么关系呢？全世界才不关心你在美国怎么样子呢？
一个15分钟的演讲讲了57分钟，这就是对主办单位跟所有在场的人的一种绝对的不尊重。所以很多人的评论给他这些演讲叫霸道跟堕落，非常的霸道，也非常的堕落，因为在这里不适合你讲的话，你讲了一堆，这不是堕落吗？什么叫霸道？明明只有15分钟，你把它讲了57、8分钟，这不是霸道吗？在整个里面，大家的反应是很冷漠的。虽然美国总统在场，听的人可能是多，唯一给他掌声的，我的印象没错的话，就是讲把那20个人质给释放了，那是唯一有掌声的，其他没有人在理他。你不觉得非常的丢脸？而且讲那个话像一个大国的样子吗？这好像一个小丑一样。那联合国啊，这个就是一个笑话，对吧？在座的都是垃圾，这个听得很不像一个所谓的世界强国，好像是哪里来怕滚倒美国业委哦，这跟那个江湖郎中快差不多了。然后呢，他在讲他什么功劳什么的等等，所有人都知道一件事：巴勒斯坦不管多少人承认，要进联合国，只要美国这一票不同意，他永远进不了。全世界都在等着看。他今天的讲法里面，以色列是无罪的，以色列是无辜的，哈马斯是可恶的，巴勒斯坦是可恶的啊！在今天让巴勒斯坦够的话，那我们就等于在支持哈马斯的罪行。你的认知跟整个的国际社会的认知也未免差太多了。那美国不要忘了，他今天欠联合国30亿耶，他们现在是最多的，负担22%。可是别忘了，还第二个人叫中国，负担20%。请美国啊，不要忘记一件事情，美退这中进了，保证是这样子。那是的，联合国到现在有点式微，可是呢，我又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组成的国际联盟，那个大国不尊重国际组织的那一个鬼样子又出现了。为什么国际联盟会垮？因为国际的强权开始不顺我意，我撤退了。那么别忘记了，整个的联合国设计有一个很重要，到现在没有垮台的原因，就是让你这5大强国拥有否决权。所以我不是要离开，让你们去吹牛，吹了大半天，我只要说个 no 就结束了。所以这个国际组织不会垮。可是川普现在在干什么事情？互给你这个特权，让国际组织不垮，你却用尽所有的羞辱要让这个垮。那我只可以告诉各位，又是一次的东升西降啊，那就是所有美国退出的，中国一定会承担起来。到了有一天，联合国总部说，那我们就射到上海去呀，那也不是奇怪的事。舰长，我们看到这个川普以及美国第一夫人，他上了手扶梯的时候啊，手扶梯故障。川普要演讲的时候，他的这一个提词机啊也故障。其实这就是人很晒啊，才会有这种状况。为什么？因为那个特勤局早就已经帮他看好了，这个时候他都已经踩上手扶梯了，谁敢去按上那个 stop 的开关啊？没有人敢啊！就算接近了，也早被特勤局赶走了。那但是我们仔细的听川普讲什么？川普说，自从他上任以来，已经结束了7场的冲突，最好是啊。那他用什么解决的？他都是用关税啊，让你们这2个国家就用高关税来恐吓你们。他是用嘴巴对，那就是我之前就讲了，川普靠什么？川普靠嘴炮啊，他就是嘴炮啊。那但是呢，实际上来讲，川普现在又在嘴炮了。他就讲说，他既然斡旋了这么久的一个俄乌战争呢，那实际上来讲，他现在又说了，乌克兰可以赢回所有的失土啊。那他又说这一个俄罗斯是纸老虎，俄罗斯是不是纸老虎嘞？我们想一想啊，去年北约说在提出说可以使让这个暴风之影还有哈马斯直接打进俄罗斯本土的时候，俄罗斯做了什么样的回应？俄罗斯的回应很简单，他就直接打了针果树飞弹。针果树飞弹的范围不远，5000公里而已，意思也就是北约除了美国、加拿大之外的这些国家，通通涵盖在内。
试试看啊，你们想要升级试试看啊。当然，他也是想要摆脱，也就俄罗斯想要摆脱他的这一个纸老虎的形象，所以他经过了爱沙尼亚的领空。那实际上来讲，这一条紫色线就是爱沙尼亚的领海线，领海的上空就是领空，他就直接的打擦边球这样过去了。大家觉得，哎呀，这个北约你怎么还不赶快动作呢？大家注意看一下好吧。北约的第5条讲得非常清楚啊，也就是说呢，被攻击之后，也就是这边写的 attack 才可以进行反击，它只是通过而已啊。所以这个不但在考验北约，同样也在考验你美国一天到晚所谓的这个航行自由行动，经过别人家，现在人家经过北约之后，你美国怎么办？一样啊，纸老虎。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再来关注上周五川普跟习近平通话之后，我们也发现了这个美国这边有访团到了中国大陆这边。我们看到这张图，包含的是共和党的议员，还有军委会的委员。好，那当然带团的就是史密斯，他跟这个外交部长中国大陆这边的王毅见面了。好，王毅就说：“你们这次访华可谓好事多磨，一波三折，又为中美交往打开一扇窗。那当前中美的关系是趋于稳势的状态，来之不易。”值得珍惜。好，确实哦，这个美国的众议员史密斯也希望说能够开辟美中之间的沟通渠道。好，那他们呢被认为说很罕见的访华哦，因为现在美中之间缺乏军事沟通的话，将会相当的危险哦。好，那当然现在看到习近平拥有贸易3王牌吗？好，说这美中贸易很紧张，所以中国已经向了这个阿根廷订购最少10艘船的大豆哦。好，路透就报道说，那这个中国买家已经从阿根廷订购至少是10艘船的大豆，在以这个美中贸易紧张之际哦，以低价为第4季来储备这个大豆的情况。好，那对总统来说非常重要吗？因为美国大使说，美中现在已经就波音客机的订单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哦，那希望最终能够达成。好，那不止波音 ，TikTok 也是美中关注焦点哦，说这个本周可能就会签署。那美国政府不会拿董事会的旗次，也不会持股，那将会由多数的美国投资方所持有。好，我们持续关注。但是来看哦，现在虽然美中紧张，但是现在来华的这个外国人还是兴致相当高扬。数据揭示哦，来到北京的游客是不跌反增。那对比疫情前2019年的前半年跟2025年的前半年哦，这个访北京的外国游客其实比6年前同期都是上升的。好，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川普关税不是用关税治百病吗？他关了一道门，现在中国廉价商品反而涌向到了全世界哦。好，所以美国这边想要抗衡中国，到底有没有武器呢？我们看到福建舰的这个3剑客齐飞哦，这作战半径直指到第2半岛，所以大家就很惊艳，连美国媒体都非常的惊叹，说中国大陆的航舰战力非常的快速。好，那当然对应的就是美国嘛。美国现在呢，他们有60%的核潜舰埋伏在中国周边，但是这水下很难监测啊，又要随时应对军事挑衅，给予致命的一击，恐怕很难应对一些这个军事的冲突。那美国空军则是说，我们现在有最好的战机。好，很棒，但是问题是有一半不能飞，真的是很邋遢所以现在美中的关系，大家也会从军事上面来着手来关注他们俩之间的较劲。好，我们看到的是美国的访团这个众议员代表团说是破冰之旅到了北京这边。好，我们先问世界大使。对，其实这个访团位阶并不高哈，而且他的这一次的这个团长叫 Adam Smith 他其实上他是军委会的 ranking 的意思就是少数党的领袖，多数党领袖的话他就是 chair， 他就是军委会的主席。而且美国国会有个制度就 winner takes all，
什么叫 winner takes all？ 赢者就是全拿说哈，就是说啊，没有什么像我们台湾的立法员召集委员，然后各党都来做轮流坐庄，美国没有的。美国如果是今天是共和党是多数党的话，所有的委员会都是怎么样？从委员会、次级委员会、小组委员会，通通是共和党，而且权力之大啊，不是我们台湾这个立法院可以想象的，他就决定一切的事情。ranking 啊，说实话，那个 chair 也就是多数党的这个主席啊，说你这个 ranking 啊，你跟我谈一谈可以，决定我决定。你今天要去那个军事委员会去借一个他的这个会议室，说，哎，我给你借个会议室来开个会啊。我告诉你 ，ranking 都不能决定，一定是 chair 决定。所以呢，美国的国会就是说，多数党就完全统治。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他现在去的这个军事委员会是民主党，是共和党，也就是现在的什么啊？现在民主党，也就是现在不执政的少数党的这个军事委员会的一个他在这个民主党的军事会员里面个头，事实上真的位阶不高。那不过他这里面他是也还有2个监军也去了，因为他一共4个委员，另外一个也是民主党的，是不是军事委员会，是外交委员会的。那其他另2位成员呢，就是共和党在军事委员的会里面，他不是主席，他就是一个空头委员啊。那所以这里面我就觉得，就是说这个位阶实在不是很高，尤其像现在川普啊这么霸道，这么怎么讲呢？这么这个踩住民主党的这个时候啊，美国现在不只是他独裁，行政独裁，美国在国会里面也是共和党独裁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委员会，我看了一下这个 Adam Smith 的背景啊，他是属于这个Washington State。你知道 Washington State 的话，就是说华盛顿州的话，那我想他进军事委员会，他最后的金主一定是谁？我在猜啊，一定是波音，因为波音它这个除了民航之外，它还有军用航空公司。波音被中国大陆完全，尤其它的军事部门是完全被中国大陆制裁的啊。所以美国人的这些国会议员出去啊，基本上都是做生意的，哎，他没有什么这个特别。不过这是6年来啦，美国众议院唯一派了一个一个访问团去中国大陆访问。其实你要说什么破冰之旅啊，你说是什么美中关系缓和，也可以这样解释啦。不过你要看它实质代表的什么意义。那么它能够在美国的国会发挥什么作用来看的话，那我认为这个代表团能够在美国国会发挥的作用是相当的小，因为我刚刚讲了，现在美国是行政权独大，国会被摆在一边，那国会又变成是共和党独大，民主党再摆在一边，所以一个民主党做领衔率团的一个访问团去中国访问的话，我觉得不必做太高的这样子的一个评价。好，舰长。美媒报道说这个美国有60%的核潜舰其实都在中国大陆附近的那海域啊，不要再吹牛了。你服役的有没有60%都是问题啊！不相信你回去看一看啊，你这2021年在10月在南海把头都撞平的这个康乃狄克号，也就是海狼级的这个攻击核潜舰。你修好了吗？2021年到现在4年啦，对，他的答案是2026年他才会完成，会不会再延期还不知道嘞，所以不要再吹牛。不过美国呢，实际上来讲，在昨天他的 Ohio 级的第一艘 Ohio 号2号，它出现在的确是离中国大陆很近的南海，也就是黄岩岛附近。这个是什么港？苏比克湾。那其实呢，这个不用怀疑啊，这个也就是美国现在呢，因为它的水面舰不行，它的航空母舰也不太行的时候，它就开始用潜舰。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好方法。为什么？因为潜舰它只要浮航之后，它就没有逆中的那种效果了。他们其实在做的也就是这种延伸威慑，他认为他的这一个核潜舰呢，
上浮或者是出现在哪个国家，它就等于提供了核保护伞。但是这些国家真的很心安吗？如果真的很心安的话，去问一问这个沙烏地阿拉伯，他为什么要跟那个巴基斯坦签订这个共同防御条约？为什么？因为就是不相信你美国嘛，而且你认为中国大陆没有反潜实力吗？这个是在2023年1月的时候，在这个夏威夷的那个天文馆，那这边看到从太空啊那个所射下来的那个绿色的雷射，这个不是幽浮啊，这个也不是外星人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卫星打下来的。当初大家以为是美国的卫星，结果美国说对不起，那个时间点他们的那个卫星不在那里。那如果从论文上找答案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激光与红外的这一个论文里面，早在2016年，中国大陆就在研究如何使用雷射与偏振红外线来探测潜舰。所以不要再讲说我用这个声呐了，中国大陆正在想方设法的用各种方法来解决。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它使用卫星，然后透过扫描，你说我深潜啊，对，你深潜，那你总有要那个进入潜水区的吧？那另外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个福建舰的全纪录，它为什么要提供全纪录？因为它要告诉全世界，它成军的当天，也就是它有即战力，它不用像福特号一样再搞的那么多年，到现在来讲，全战备能力都还没拿到。好，顺峰委员，当美国基于中国大陆的实力、精力而展现它的强大的国力的时候，不得不必须要去跟中国大陆来进行沟通跟妥协。台湾该怎么办？我觉得我们都一直在避开这个重大的问题。就我们一直认为有一个人可以来当我的保镖，然后我们还花了很多的钱买了他的东西，有我们可以获得到的保障。结果呢，这个卖我们东西的家伙一直在警告我们说那个人会打你，然后呢，他又跑到跟那个人呢去妥协，去要求他买他的东西。那么台湾是变成了什么？所以当中美开始走上沟通的之路的时候，那我们该怎么办？为什么？因为这一天大家都看到，那就是福建号航空母舰弹射真的给你看了。大家一直以为中国大陆的电磁弹射是真的是假的，是不是摆设的？现在就给你看，而且我还发现了一个画面，这个说不定我们舰长还可以来印证一下。过去啊，在出现这一些航空母舰画面的时候，这些人所穿的背心呢，好像是夏天的薄薄的，可是呢，这一次我发现他们所穿的背心是厚厚的，所以显然不是这个天气下在试验的，是不是？这一个画面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完成，只是没有对外公开而已。再过来，这个呢，它整个展现出来的呢，它只看到3架飞机，这预警机，还有歼35，还有呢这个歼15的起飞降落。可是还有另外一个画面，就在同样的跟着这一个航母的画面上，就出现了空中的类队。空中类队里面呢是3架 F-15，不是3架这个歼15，然后呢看2架到3架，我没有办法算清楚的。那这一个歼35，还有呢预警机，证明了什么？证明它的起飞不是我们看到的那3架而已。所以这些等等都让看到美国的这一个逆中啊，这 F-35到现在还没有办法从航空母舰推送上去，它现在只能直飞上去的时候，面对的这一些，美国必须要怎么办？而且福建舰的战斗力显然比这个山东舰呢，比辽宁舰强多了。很显然，它对第2岛链的压力是存在的，所以他们开始坐下来要谈了，要沟通了。台湾还在搞什么？还准备靠美国买那一些破铜烂铁要来处理吗？
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的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今天的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好，首先我们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立委李胜峰。一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驻纽大使谢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很关心哦，目前花莲的情况其实还有在危急当中，因为很担心会有议题跟溃堤的情况。好，我们带大家来看哦，稍早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已经释出了这张空拍图。好，这就是这个马太鞍上面堰塞湖的情况。好，您发现哦，原本的蓄水量其实有36400个游泳池这么多。好，那当然昨天有2波这个溢流之后呢，目前的蓄水量是2300万吨，有9200个游泳池之多。好，因此大家就很担心说，如果再发生了一些雨比较大，或是还有一些地震的状况的话，恐怕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我们来看下一张。因为呢，现在大家就很担心嘛，所以早上一度还传出说又有溃堤哦，所以大家就停下工作，赶快撤离。还好只是虚惊一场，但是这样子的情况可能还会再发生，所以到底该怎么做呢？我们先看到在这几天光复惊魂夜119求助有超过300件，很多人说119都打不进去哦。这光复市区是大淹水，光复人都吓坏了。很多人说大水一来，只能到2楼来避难。到晚上还有很多人受困在民宅的2楼，不敢下来，而且很多人都没有吃东西，在惊恐中度过了整晚。好，甚至我们看到一位这个阿姨她说她的母亲87岁，好呢，她已经被水淹没走了，讲得蛮难过的，我们带大家听一下。我妈妈被水淹没了，走了，尸体还在家里，被泥土都掩盖了。我先生跟我儿子去救我妈妈，也差点也被淹没，可是那个屏东的那个消防来帮忙救我老公，所以他们3点多才回来。那现在我妈妈的大体还在家里，没办法把她的遗体用出来。好，看了真的是很难过。好，他还说幸好遗体还在至少还有可以帮忙妈妈安葬。好，那当然花莲光复乡水淹屋顶这个屏东的消防是背长者，我们看到现场画面也曝光了，消防人员在救生艇上面也有爆出男童说弟弟不要怕，马上带你出去那甚至呢，它也是满是泥泞消防人员在泥流当中寻找房屋门牌号码，好，逐一确认有没有受困的民众，有些没有办法行走的长辈，就将长辈们背出来其实消防人员很辛苦在第一前线。好，我们看到总统赖清德也即下令救援所以现在政院也说了，中央地分不推责任，要一起做好说目前针对国民党立委傅崐萁要求行政院对堰塞湖呢，其实他们希望能提出解决方案。好，那张敦涵也就是我们行政院的新任秘书长就说救灾不应该互推。那我们早上也看到卓荣泰已经到现场，但是跟傅崐萁确实有一点点小冲突好，那我们看到马太鞍的这个马太鞍溪的溢流酿灾这个总统赖清德他也是党主席嘛，所以他也有请这个党内跟中央部会都做了应变的处理来协助救灾。但是现在光复乡民也是指控说，这马太鞍溪的2个堤防缺口酿祸所导致的。那他说这个现在有这个缺口是分别有2家的砂石厂，尽管九和分署已经预先放置了水泥顶块还有太空包等防灾物品，但是仍然抵不了大量的灾水洪灾他说大水就从这2处的缺口冲出来，所以导致南岸的光复市区整个大淹水。不过九和分署的副署长陈世峰有澄清他说这个砂石厂跟堤防的2处缺口是无关的，只是工厂刚好设置在那边。那堤防的缺口则是因为因应东部特殊的情况而设置，那希望能达到预洪的效果。他说堰塞湖发生前，这分署已经将缺口堵住了，就是避免水灌出。好，当然这个做了预警做了很多的准备，但目前我们看到资料还是有14人是因为这一次的状况而丧生。好，那当然这个华加沙的台风它真的威力非常强，它也席卷中国
波。我们看到它有一个特大的风眼哦，甚至他们的这个保安局最新也发放了这个政府飞行服务对这个定机翼直击的台风的这个片段哦，就发现说这个部分真的相当的震撼，因为它的结构非常的扎实，所以呢，这是今年风力最强台。香港停课，深圳这边也预估撤离了40万人，所以它横扫香港的画面也带大家赶紧来看哦，这是巨浪冲爆了饭店的大门哦。有人在社群媒体上面就分享说，香港各地的灾情，像是杏花屯这个出现了海水倒灌，富利敦海洋公园的酒店玻璃门也惨遭冲破，这是杏花村的部分。好，那当然在广东的居民，因为这个来势汹汹的台风，没办法了，只能做一件事情，就是贴上了一个卖字哦，因为麦克风，好，克风有这样的感觉哦，就是希望能够稍稍抵挡一些风雨风灾啦。好，那我们看到现在花莲的情况真的相当严重，我们很担心还会再次的发生其他的意外事件。我们先问的是顺丰委员，是这个长久以来啊，台湾发生很多的水灾，发生很多的洪水。但是堰塞湖所造成的这个灾难，在我的印象里面非常非常的少，因为它跟其他的灾难不一样，其他是你忽然来个大雨，你不晓得，这堰塞湖是慢慢堆积起来，那因此呢，要解决堰塞湖的问题，它是一个蛮棘手的问题。那你说好把它给炸开了，那炸开下一下水进来了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时候它必须要处理这个堰塞湖。需要有很高超的这一个计算，还有很好的这个工程技巧，才能够慢慢的把它给疏导，或在什么情况下。那这一次的情况，因为我也不是这一方面的专门研究者，但是就我们的常识来看，是不是因为来个大雨，雨大到呢这个溢出来，然后就把整个这个堰塞湖体给冲毁了。那这个时候我有以下几件事啊，我必须要提一下。第一个，它跟一般的水灾不一样，一般的水灾是水灾走了，大概就没了。但是呢，它这个是来得快，那消失的也快，因为它是一大缸的水出来的嘛。但是问题啊，现在才发现还有2300万吨的水，这个是一个蛮可怕的数字啊，也是蛮。那么因此在这个时候，花莲也好，中央政府也好，因为河川的管理是属于中央的，不是地方的河川的管理。在这个情境里面呢，大家应该这个时候呢救灾啊为主，而不是推责为主。等到呢这个救灾到了一阵子以后，再好好来处理责任是一定要有的。但是现在先救灾，因为政客的嗜血性格呢，一来的时候大家就晓得准备要推，因为就在你花莲嘛，你花莲不负责谁负责？但是呢，他这个呢，在我们中央地方分得很清，这个河川的这一个管理权，这个管制权是在谁的身上？绝对不是在地方的身上，因为河流是贯穿各县市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境底下，现在先不去找责任，第一个先赶快救灾。这一次光复的灾情，不是花莲县政府一个县政府可以承担起来的，这个可能要动用全台湾的资源才能够来救灾。第二个，它跟其他的灾不一样，因为还有一个定时炸弹在那里，这个定时要怎么解决？所以一面在救灾的同时，一面要去解决这个堰塞湖，是先把它堵起来，想尽了让它不泄呢，或是也要开始慢慢让它去泄出来，这怎么处理？所以这一次的复杂度啊，绝对不是花莲县政府一个地方政府可以解决的，这个是需要动员全国的力量来救灾，来预防这个堰塞湖再慢慢再产生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想这个才是重中之重啊！我非常的期待呢，在这个上可以看到大家以民为重啊，而不是大家又开始甩过来甩过去啊，看了会令人讨厌。因为受灾的人民他们是无辜的，受灾人正在等救的时候，不是要看你喷口水，是要看大家能够解决问题。
确实哦，因为我们看到今天早上包含卓荣泰跟傅昆萁之间有点小冲突，后来这个傅昆萁跟卓荣泰又到了前进指挥所，又爆发了一些口角，甚至我刚才看到沈伯洋还说为何要听傅昆萁演讲他认为要分秒必争救人然后真的是要分秒必争救人，所以这种不管是在脸书上啊，或是在现场都不应该再有口水了。好，我们看是介大使。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任何地方国家都有天灾，那政府的责任除了救灾之外，还就是防灾。然后在这个灾害还没有发生之前先怎么样？先疏通水道啊，先做好防灾的这种计划啊，所有的这种相关的措施都要做。你说民进党执政这么多年了，还有没有做？有做啊，做的蛮多的啊。因为他钱花了很多啊。因为每次有今年8月的时候，我们嘉南平原淹成一片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奇怪了，蔡英文执政8年，最大的政绩不就是这个8800亿的前瞻计划吗？我每次都要拿前瞻计划出来看，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水环境计划啊。那么要水利工程啊，要怎么样？要把这个治水啊，然后呢，这是城乡建设的一部分啊。花了几千亿那这里面有蔡英文的努力花钱，也有苏贞昌，也有这个赖清德都有份啊。那请问你那些钱花了，看到结果了吗？对，看到这些我们这个城乡事实上可以免于这么多的这个天灾吗？8800亿不是小数目那如果你8800亿你都治不好的话，你现在花了1兆去买武器，你是在保障台湾人民的安全吗？你这是钱要花在保障一般老百姓。我们刚刚看那位女士我真的觉得这种景象在第三世界常发生。我们台湾还是属于第三世界吗？我们的城乡差距很大，我们的偏乡的地区，你去看那个市容，你去看老百姓居住的环境，然后呢？有像一个已开发的社会吗？那么钱也花啦。那你现在一天到晚说哇，台湾很了不起，台湾是什么民主的灯塔，又是什么这个跟美国跟欧洲都价值同盟，人家钱花下去，最后有这样结果吗？所以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这些事情不是说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这时候才是在验收你花了那么多钱的结果在哪里。你不能都归咎于这个天灾很厉害，雨下的比较大，风吹的比较强。如果说雨下比较大，风吹的比较强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的话，那你这种政府就不要做了。现在的科学各方面都很重要我们看到在那个8月份的南部水灾的时候，那个台南的那个整个堤防啪啪啪全部倒光，那是什么豆腐渣工程那什么形象工程、表面工程这些你在当时你可以去剪彩，你可以在那边说我自己政绩多了不起，我花了多少人民的钱，做了多少这些豆腐渣工程，没有用，因为老天爷是会让你来验收你们这些钱是怎么花的。现在就是这样子8月份的时候，我们台嘉南平原淹成一片，你的所谓的水环境计划花了数千亿台币，花到哪里去了？数千亿不是数千万也不是几亿是上千亿计的钱，花到哪里去了？你现在又要花上兆的钱去买这些武器，你觉得武器重要，还是老百姓的这个在防灾，然后呢过着安定的生活，然后把老百姓生活水准提升上来重要吗？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基本上不是说我们在这边讲什么，我觉得前瞻计划要拿出来好好，钱花了8800亿，蔡英文现在拍拍屁股走人了，苏贞昌拍拍屁股走人了，那个花那8800亿的赖清德还在，也有份，他们要扪心自问，你钱花到哪里去了？现在还动不动就是上兆、上千亿的花，你对得起台湾人民吗？好，舰长。我们看到现在的极端气候之下其实天气非常的炎热。那这么炎热的天气呢，其实代表的就是海水的温度很高。当海水的温度一旦很高的时候呢，其实
台风形成的时间非常短，而且它的强度非常强啊。那我们这一次所看到的台风呢，其实也就是如此啊。那但是呢，这个堰塞湖啊，除了天灾之外啊，我们有没有人祸的那个因素在里面呢？我想请教一下啊，这个堰塞湖到底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当然，他们会扯到去年的4月发生花莲的地震，当然就形成了一个隐患啊。那接下来呢，也就是今年的7月25号的维帕台风，那它就已经形成了这个马太安溪的这个堰塞湖啊。那当然，相关所属的机构很快的就动员起来，也就是说，该去做这个水位监测的啊，相关的或者是以往那个就有这个土石流的预警的这个机制，很快的就做好。但是我们来看一看啊，对于花莲县政府来讲，他是之前没有讲话吗？他有讲。我们来看啊，这是《工商时报》，他在今年的8月12号，也就是很久以前1个多月之前啊，他就已经说了这个马太安溪的这个堰塞湖是不定时炸弹。那这个县长徐榛蔚很急的向中央求援。那中央那个时候在干嘛？在大罢免啊！他根本就不管这些所有的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他们根本完全视之于无物。他们一心一意的，也就是要将这个立法委员让他们在立法院里面立法委员过半，然后呢就通过刚刚像大使讲的这种8800亿的这个预算，然后最后钱到哪里去了？出了事有没有究责呢？当然不会究责嘛，怎么会算自己人的那个账呢？所以我们这样讲哦，这一次到目前为止还算是莱尔校长终于回魂了，他很快的就要求中央灾害处理中心那个应变中心立刻统合所有的资源来投入救灾，而不再是屋顶你们自己爬或者是这个国军不可以进入到灾民的家里啊，讲这些听起来让大家觉得跟以前的概念完全不同的混话那所以我们这样讲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台南嘉义，因为丹纳斯台风至今已经2个多月了，现在还在盖屋顶那花莲这个部分，那当然那个要统合全国的这个力量，一方有难8方驰援，那大家一起来协助花莲度过这个灾难。花莲真的常常柔肠寸断这个地震或是风灾常常会让很多的家园是归不得。好，刚刚我们有讲到说我们在早上的时候是虚惊一场，不过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这边有讲到说早上的状况是溢流的，不是所谓大家讲的溃堤，是溢流。好，但是这危机还是存在，还是希望赶快解决。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